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领导以及线上的各位小伙伴，我是厦门新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郑彦瑞。今天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与大家在场的各位行业精英分享一起探讨 LoRa 发展的潜能。今天我的分享主题是激发引导物联网数字物联网激发 LoRa 创新潜能。首先，我将结合公司的发展与大家分享 LoRa 产品创新以及一些实际产品应用案例。首先，我先做个企业介绍，用3分钟的时间让大家了解心动智能。我将结合几组数字，让大家快速的了解这家10年扎根于物联网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心动智能成立2011年，是一家专业的物联网设备提供商，业务遍及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超过2000家的渠道伙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现有员工已超过600人，拥有81项专利证书以及170项著作版权。总部位于美丽的滨海城市厦门。上个月因为疫情，相信大家对厦门应该都耳熟能详。就是在这个美丽的鹿岛，2011年心动品牌诞生。2013年子公司心动信息成立，正式进军智慧通信行业。2015年美国分公司成立，加快北美市场开拓。2017年韩国分公司成立，心动正式进军物联网市场。2019年加入 LoRa 联盟，成为LoRa 联盟中国工作组成员。同年成都研发中心成立。2020年品牌战略升级，优势资源大融合。到今年心动大厦落成，加速 5G AI 与物联网技术的融合，致力成为全球化高新技术企业。OK， 公司介绍这部分我就简单带过，接下来我将重点为大家分享一下心动这些年在 LoRa 产品做的一些创新。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心动 LoRa One 系列产品，有室内室外基站网关、各类的数据环境监测传感器以及数据采集器、控制器等系列产品。我们先来看看心动的 LoRa 基站网关。从2017年到现在，我们已经迭代了3个硬件大版本。那么为什么会在短短这几年内迭代那么多个版本？当然，这首先与市场需求是离不开的。比如在2017年，我们发布的第1代基站网关，当时是在工业路由器的基础上增加了 LoRa 通信模块。这个产品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是一个比较粗糙的过渡产品，无法满足复杂的客户场景需求。于是我们在2018年我们发布了第2代基站网关，增加了室外基站网关。但是随着产品市场占有率提高，我们也是遇到各类的需求，比如说网关意外断电，或者网络环境较为复杂的这种安装环境。所以我们在去年根据自身对产品的理解，发布了第3代基站网关。相信很多合作伙伴在 LoRa 实施 LoRa 技术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一些因为数据传感器丢包的这种烦恼，而造成这个烦恼的话，有很大一个因素是因为频点冲突，所以我们在网关迭代中，我们就增加了扫频这个功能，可以让我们的合作伙伴有效的规避一些因为网络环境造成的
数据丢包风险。主播功能，以智慧校园为例，我们可以通过主播功能来分批控制灯源，比如可以按年级、按楼层或按楼栋进行分组控制，大大提高了用户的使用感受。因为如果不支持主播功能，我们只能挨个实现去控制，在大规模部署的时候，控制的效率是非常低的。断电报警，这个功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是我们在实施一个智慧畜牧业的项目，中间意外出现传感器的数据停止回传，但我们的工程师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到客户现场，才发现是因为网关的电源线让莫名给拔掉了。由此我们提出这么一个功能，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我们的合作伙伴可以快速的定位并解决因为意外断电造成的问题。内置 NS 服务器，在我们理解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场景，比如说一个园区几个网关就可以做到全场景覆盖，我们并不需要额外再去维护一台 NS 服务器。此外，我们的 LoRa 基站网关还支持 Python 2次开发以及 Node-RED 可视化编程，大大的丰富了边缘端的应用场景。最后，我们在结构上也做了一些创新设计，相信很多合作伙伴在实施项目过程当中都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客户对天线形态引发对辐射的讨论，比如我们在实施智慧办公室的场景，我们就有遇到一些怀孕的员工或者智慧教室的场景的一些家长们，他们对天线的形态是有点担忧甚至是恐惧的。因此我们在结构上也做了一些创新设计，增加了内置可选天线设计。以上是我们针对网关产品的理解做的一些微创新。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新众 LoRa 技术的传感器系列产品，主要有7个系列，像 AM100、AM300 室内环境监测传感器，比如像二氧化碳、甲醛、PM2.5、温度、湿度等多个传感器为一体。EN300 环境监测传感器，比如像温度、湿度、水晶传感器，工业速传终端系列，以及 LoRaWAN 节点控制器系列，户外 EM500 系列传感器，比如像超声波传感器、管道压力传感器等系列，支持 IP67 高防护等级的室外环境监测传感器。最后是我们的 CodeWork 智慧办公系列，这个系列是我们今年重点发布的一系列产品，包括像空间占用传感器，以及像门磁、情景面板各类与办公相关的系列产品。金融智能自2019年加入 LoRa 联盟，产品以优越的稳定性以及创新的设计理念，深得联盟内外客户的认可。由于时间关系，我将以3个产品为例来进行这个分享。第一个是我们的开关面板，支持单火跟灵活版本。单火版本更是有效地解决了绝大部分场景下鬼火的现象。支持主播功能，当然这个主播功能需要结合网关的主播功能来实现。D2D 功能 ，D2D 英文前身是 Device to Device， 顾名思义是节点、数据、设备与设备之间的通信。这个功能可以大大的提高用户联动的及时性。比如我们以会议室场景为例，按传统的传输方式，传感器检测到人，再将数据上报到网关，再到平台，平台再通过网关下发数据到这个开关面板。通常情况下，整个流程下来是要5到6秒的响应时间。这个时间对
用户来说，停顿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因此，但是启用 D2D 功能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控制在1秒以内，可以大大提高的客户的使用感受。这个 D2D 功能，我们在这次展会的我们也专门布了一个演示的部分，也欢迎各位来宾可以到时去体验一下。空间专用传感器，在这里我得首先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上海资深的龚总，是他跟我们分享了智慧办公中会议室检测的几个需求。第一个是准确性，传统的红外检测、超声波检测或者是雷达检测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报，比如说人的动作幅度较小，红外检测就可能存在误报，而超声波雷达可以有效地解决人体动作幅度较小的问题，但是针对玻璃隔断甚至是石膏板隔断就存在着错误检测的概率。人数统计及相对位置信息，传统的红外检测以及超声波检测是没办法做到人数统计。安全性以及隐私性，基于会议室的特殊场景，隐私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大覆盖面积，以3米的安装高度为例，单设备可以覆盖78平米的空间。空间专用传感器是心众智能基于 AI 算法以及视觉传感器，采用无差别匿名识别方式，将计算结果通过 LoRa 无线传输，准确率达到95%以上。传输计算结果可以有效地保障场景的隐私性。当然，除了刚刚提到的智慧会议室检测，这个产品还可以广泛应用在一些工位检测，或者是教室人数统计，或者图书馆座位预约等场景中。M319 环境监测传感器，这个设备它是非常适用于比如说像会议室或者办公室、教室等场景。它4.2寸的电子墨水屏，电子墨水屏相信有用过 Kindle 的伙伴应该都知道，墨水屏有2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一个是低功耗，第二个是纸质般的阅读体验。也因此闹了很多笑话，我们很多合作伙伴第一次拿到这个设备的时候，都误以为是一个模型机。9合1传感器，AM319可以同时采集温度、湿度、二氧化碳、PM2.5、甲醛等多种环境参数。智能电池管理，连续20分钟未检测到人群活动，设备屏幕将自动停止发新，进入休眠模式，让设备在后台持续上报数据。NFC 配置，早期心动智能的传感器也采用磁铁的开关机，但是这个功能给一些客户造成了一些困惑，比如安装现场的一些设备关机了，到底是人为的还是设备故障？其次是高防护等级的传感器，比如说在安装的时候，如果没有无线配置功能，每次安装配置都需要进行拆机处理，在大规模部署的时候，这个工程是相当浩大的。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就采极低的功耗，又可以加密无线传输？ NFC 就跳入我们的视野。NFC 无线配置可以大大降低后期安装的维护成本。OK，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心众关于在基于 LoRa 技术的一些产品应用方案。在准备这次分享的时候，正好我们正在将心众的物联网产品部署到新的办公大楼上。今天就借这个机会，我为大家分享心众在智慧园区、办公、楼宇等方面的应用。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智慧园区场景，方案采用的是LoRa 信号覆盖，以在空旷的场景下，单设备可以覆盖10公里以上的范围，在园区场景可以覆盖1到2公里的范围。
电磁阀控制器可以结合土壤水分电导率，用于园区的绿化灌溉。多功能数据采集器可以采集气象站数据，像比如风速、风向、雨量等园区参数。无线门磁可以用于长臂门的状态监测。超声波测距一般用在水塔下水道的水位监测。管道压力传感器可以采集水管、燃气管道的压力情况，用于防范因为水燃气泄漏引发的安全事故。水晶传感器一般用在电梯井、配电柜的漏水检测。二氧化碳传感器一般用在地下停车场的空气质量监测。PT100 温度传感器可以通过温度检测来预防设备工作异常。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新众关于智慧楼宇的解决方案。以新众大楼为例，方案设计了会议室预约系统，员工可以通过企业微信实时查看会议室的使用情况，或者预约会议室。结合空间占用传感器以及会议室门口屏，可以实时显示会议室的使用情况。灯光控制系统结合灯光控制器以及光照传感器，还有开关面板，打造整栋大楼的智慧照明系统。空调新风系统以及窗帘电机控制系统、电梯控制系统，可以结合工业速传终端采集设备信息或控制设备。比如窗帘电机，我们已经兼容了杜雅、乐屋、威斯达等多家窗帘电机厂家。工位占用监控系统主要是结合我们的空间传感器以及照明控制系统，来达到一个整栋大楼的节能减排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新众在智慧办公的解决方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办公环境的关注是越来越高。如何为员工提供一个舒适的办公环境，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关注。M319 室内监测传感器内置 4.2 寸的电子幕水平，可以实时显示办公区域的环境状态，还可以将数据上报到平台，联动空调新风系统，为员工提供一个舒适的办公环境。无线门磁用于长臂门的状态检测。智能移动操作主要是采集连接设备的电流、电压、功率，用于预防设备异常工作。空间占用传感器一般用在会议室占用检测或者工位占用检测。PIR 光照传感器主要一般安装在会议室或者出入口，结合主要是检测光照状态或者人员进出情况，然后再联动灯光控制系统。水晶传感器一般用在机房或者档案室，用于预防空调窗户漏水检测。智能开关面板可以取代传统的开关面板，既可以本地控制，也可以通过平台单点或批量进行控制。OK， 除了刚刚分享的这3个案例，新众在智慧医疗、冷链运输、智慧教育、智慧农业也都有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基于 LoRa 的技术的解决方案，让这些应用更加的智能，更加的容易落地。正如 LoRa 技术拥有的自主、可控、安全等特点，新众智能也胸怀一颗开放之心，非常乐意与物联网领域的同仁一同探讨、分享 LoRa 技术在智慧农业、办公园区等多种垂直领域的应用。也希望和更多的合作伙伴一起通过 LoRa 技术，打造更多的智慧物联网解决方案。
让未来更加的数字化、智能化。最后也诚挚的邀请各位来宾莅临2号馆2422心动智能展台，和我们进一步的探讨与交流。上面的2维码是我个人的联系方式，谢谢大家。